啊。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高级官员交流非常的频繁，记得吗？布林肯才刚刚访问北京，当时跟王毅见了面哦，时间其实很短，他们又2度会面了，两个人握握手，地点在雅加达，这是东协10+1的外长级的会议哦。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说很高兴见到你啊，王毅讲哦，我们双方啊，中美两方要对具体事实做起，坚决阻止灰犀牛，妥善处理黑天鹅，彻底搬掉拦路虎哦，这些都还是有押韵的哦。那两边说要维持哦，包括台海和平的稳定性。另外，我们看看呢，路透社就说啊，布林肯频频跟中国高层接触，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年底拜习会在 APEC。这个地方要来先铺路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10+1的外长会议里面，王毅哦不断的提出一件事情，他说必须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于这些南海的一些纷争啊，中国跟东协国家应该共同抵制各种逆全球化还有脱钩断链的事情哦。像这样子呢，要一起呢手牵手、肩并肩一起合作下去。而另外，我们也听到了美国的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即将访问北京。那北京啊，包括商务部的发言人就说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还记得吗？叶伦啊，这位老奶奶才刚刚访问了北京嘛。他一离开北京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商务部其实有发声明哦，其中4点声明里面的第2点就是要求美方采取实际行动，回应中方对于美国经济制裁打压的重大关切。用白话文讲，就是你要把你对我的制裁通通拿掉，我们才能谈。所以雷蒙多如果呢他并没有带来这个包括这个白宫里面的善意的话，那是不是这一趟北京行也是白来了呢？也是白谈了呢？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外长级的会议里面呢，在场边黄英贤他是澳洲的外长，也跟王毅见了面，两个人也握了手。王毅特别喊话说，中澳的关系现在和缓了，不能走回头路啊！那我们也看看呢，包括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有可能也即将要到北京去访问了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两边是春暖花开，包括澳洲的葡萄酒、龙虾的关税，虽然非正式的禁令还在，可是包括各个方方面面的您看到的煤炭，您看到的各种牛肉、木材，其实两边的贸易都已经恢复了，两国的关系改善也反映在数字上面。中澳上半年的贸易额增长了16.4%那另外呢，民间也是一片觉得 OK， 往这个方向走是好的。澳洲的民调出现超过60%的人支持澳中的关系良性发展，大家还是做生意吧。这是来自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的研究院的民调6%支持澳中关系保持良性发展，5%支持跟中国保持好关系。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外国企业现在疫情和缓了，也跑回中国大陆做一些发展了，包括马斯克又发出了金语，他说对啦，我承认啦，我有点轻滑他认为中国被低估了我们看到电动车的市场现在全球卖的最好的就是比亚迪了，中国大陆制的它上半年已经销售了125.56万辆年增加率将近100%超过95%这非常惊人相较于这个比亚迪、特斯拉上半年在全球是交付了将近90万的新车，已经落后了在量的上面落后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德国的汽车大厂奥迪，他要买中国电动车的平台，因为他认为他直接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平台买下来，他就不用再去这个另外再更新扩充那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上汽集团正在跟奥迪洽谈中，他要购买上汽集团底下的智己汽车。而另外呢，这个竞争对手呢，必须大家一起强联手才有可能打败你的这个商业上的敌人。我们看到世界的合纵连横现在演到这里了，来请教赖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次的王毅的讲话很有趣把动物园的那个几个主要的动物都拿出来比喻了这个灰犀牛，2个大国
就像两头大犀牛灰犀牛一样要相撞，那不能够都不为所动啊，因为不为所动，那一撞的话不得了所以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大家要避开。那这个其实就在于提醒说，中美两大国没有必要一定要相撞，是可以双方闪一下的，那这个事情也就过了。那第二个动物就出来了，黑天鹅。大家都一般传统的观念都认为天鹅一定是白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无可预期的，或者说不会发生的，但它有可能发生了。那也就是说，以为说两军不会交战，但有可能会交战了那一旦打起来，那还得了？大家都觉得说不可能发动核战，那有可能发动核战啊所以这些不可预期的事，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再加上两个大犀牛这样子，那还得了？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拦路虎就是中美的关系走不下去，那就中间的这些拦路虎要搬走嘛。其实这个就在预告雷蒙多即将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你这个拦路虎最严重的就是雷蒙多嘛，因为这个商务部部长对于600多家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大陆的，对于这个500-600个人的个人实施制裁，也是对中国大陆。那这个就是拦路虎嘛，使中美的关系走不顺，中美的经济发展不健康，就是这些拦路虎都把它搬走嘛。还有像这个关税的问题都搬走，你看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但是用3只动物来比喻中美的目前的情况。我觉得1个月不到谈了第2次，那我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朝乐观的方向在走，那也就是说彼此的沟通似乎是越来越顺畅了，然后沟通的这个途径也越来越多，但是它还是有一只黑天鹅。这个黑天鹅是什么呢？也就是美国即将事实上已经展开大选了。那在过去美国的大选期间，两党一定是比较谁更恨中国。我们看这已经是几十年来美国每一次大选的政治传统，从雷根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在比赛谁更批中国。那现在是越批越激烈了，可是批到这个情形下的时候还要再怎么批下去？已经都快打起来了，已经都已经撞上去了，还要不要再撞？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双方愿不愿意管控危机，双方愿不愿意刹车，双方愿不愿意避一下那就我个人是觉得，那基本上就是谁发动就谁改变一下嘛。那很明显的，中国大陆事实上都是应约的，所以中国大陆是被动的。那理论上讲，你被动的基本上是主动的改一下，被动的也会改一下。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一直在要求或是要希望美国你改变一下，中国大陆也会改变一下。那如果你美国还是不动，像这头灰犀牛一直往前冲的话，那中国也被迫也只能够跟你一起对撞了。那这个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而且中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只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中国大陆，是全球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事实上是应该要管控危机，不过雷蒙多看起来就在这个月底，那相当有可能会到大陆去访问。但是如果雷蒙多没有要改变中美的贸易关系商务关系的话，那我想可能在明年的选举中，美国可能就赶不上了因为经济商业活动是需要发酵的，是。那如果不赶快在这一次处理，1年半以后美国的经济没有好转还是回到克林顿讲的话，笨蛋，问题就在经济。没错。来请教杨永明老师。2个观念哈，我觉得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就是动态哈，每年的上半年都是政治、军事，到了下半年呢，就都是经济、贸易。那如果以现在的中美关系来看的话，那上半年的话语权大概都在美国这边，因为它是军事的强国嘛，它有大地缘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嘛，那许多的这个演习都是以它为主。下半年的话语权呢，到中国大陆这边来了，因为它现在是快速崛起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且在这个供应链上跟全球南方的国家是越来越密切。
那还好，今年因为11月份美国要主办这个 APEC，所以呢，美国希望在这个 APEC 的议题上它一方面能够在贸易议题上，它能够去抢占话语权；另一方面呢，要在中美关系上呢，在 APEC 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所主导。所以拜登大概知道这个气球事件，他真的有一点出糗。你看现在美国的情报单位有去公布那个抓到这个捞起来那个气球里面的东西，什么话都没讲，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现在要赶快来修补。那对中国大陆当然意思就是说，我是全球布局，你要跟我对话，我当然对话。但如果你只是跟我对话，你不去跟我做实质政策的这种交叠、相互的这种，就是说表现出应该有的这个作为的话，其实也是空对话嘛。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目标是11月。你看上次叶伦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美国不寻求脱钩断链，无意阻挠这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愿同中方落实这个去年巴厘岛的那个就是习拜会的共识，加强沟通避免因为分歧导致误解。这个话都讲得很好听，可是那中国大陆返回去，我觉得这5点这是在这个应该是叶合会，他跟何立峰见面之后，中国大陆财政部公布的这个声明当中，就何立峰也提出了5点，就是美国你有求于我，对不对？那我也表示我的关切。5点分别是取消对中的加征的关税，这是叶伦的权力范围。这次我们谈到完全没有，停止打压中国的企业1300多家。加起来，企业机构跟个人1300多家，那中国大陆几家？目前是1家这个就是这个美光还有2家啦，那个是军火工业那公平对待中美双向投资这个就是蛮深刻的这个问题。放宽这个对中出口管制，这个事实上我讲的第2个观念是什么？也就是不要把中美关系当做一个平行线，或者是一个三棱镜这样看。是不是偏向这个比较转好，或者偏向比较这个对立？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也就是说，它可能在对话外交层面现在开始恢复，但是呢，它可能在经济竞争层面呢还是非常激烈。然后呢，在科技的层面呢，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管制没有松手过，反而是加大，而中国现在也开始反制，对不对？加跟者，那在大地缘的军事战略层面呢，美国当然是紧抓的，所以你就看到这种比较错综复杂的这种各种交错你要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那每一个这个阶段呢，现在看的是11月的努力，在11月之前会不会有怎么样别的事件，在一个气球吗？阻挠了美中关系走向更进一步对话，甚至习拜会的可能性。是，来请教将军。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会走向和缓呢，这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对，因为在去年2022年，中国大陆跟澳大利亚他们之间的贸易额是2850亿美元，相当多的。这个占整个澳洲澳洲的出口有28%是卖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地利之便、地缘的关系。你往澳洲隔个印度洋是非洲，非洲它的经济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的矿产。中国大陆65%的我们讲的铁矿石是从澳洲进口，因为都在中国大陆在搞基建，这个基础建设就要这些煤矿跟铁矿，尤其是铁矿。那这样子65%，还有就是煤矿，因为中国大陆是火力发电，也是火力发电为主，也要大量的中国大陆是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包含煤矿，也包含天然气，也要从澳洲进口，所以变成澳洲很多东西都卖到中国大陆，交通的运输成本低，它卖到欧洲要跨过印度洋，然后再到那个好望角，通过大西洋往北边送，运输成本太高。中国大陆毕竟近，然后需求量又大，那就刚好就对着中国大陆，所以在贸易额，中国大陆一个国家跟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大概是美国加上日本加上韩国3个国家加起来的贸易额，就相当于中国大陆。所以你看看，站在澳洲的立场，中国大陆在这个贸易的比重、经济上发展的比重重不重？当然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2个，我们可以知道互补性强，澳洲大部分都是农产品，包含牛肉、包含葡萄酒、龙虾这个渔产品，它大部分都是这些矿产。那刚好大陆是制造业为主，制造业都需要这些资源，那刚好就互补性就强了。所以这样，第3个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人口是2570万人，
但是现在澳洲的华侨多了，华侨已经超过140万，他在这个澳洲已经形成了华人社会已经有了，那对当地的影响力会不会有？有啊，所以现在有超过60%人澳洲说跟中国大陆良性发展，华人变多了，在这个地方，它的政治的影响力就会加重，一加重之后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那会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澳洲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贸易的关系，中国对龙虾、对葡萄酒、对一些相关的农产品都给它课税，然后能够阻挡它，包含牛肉。但是现在因为相互的需要，这方面相互需要呢，澳大利亚跟中国大陆，尤其在今年因为解封了，去年年底解封了，今年来看，它今年需求可能扩增加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增加3成，3成是30%是相当多的嘞。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之间的良性的交往也会顺着经济的发展跟相互的需要而降低彼此的这一方面的矛盾。全球化的全球贸易、全球经济要挡都很难挡，必须讲生命自有出口。我们看看尹锡悦，南韩的总统，他押宝北约到底对还是不对？得还是失呢？我们先来看看韩美的联合军演，13号在朝鲜半岛进行了。美国出动了 F-16战机，还有至少1架 B-52H 的轰炸机，完完全全无视北韩前一天才刚刚射飞弹警告。而与此同时，韩国跟波兰总统举行了安全会谈。波兰他打算正从韩国买了价值170亿美元的先进军事装备就是武器啊这些东西。尹锡悦说我要加深军事联盟跟包括波兰、包括北约的关系。而尹锡悦的北约中心外交到底是得多还是失多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分析人士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南韩加入对中俄的遏制，只会加重韩国的责任负担，因为北约其实就是在防堵俄罗斯嘛你加重韩国本身的负担，而且你要提供一些军武啊，你是不是也要援助乌克兰啊？还有提供情报给美国呢？所以你失去的比得到的可能还要更多。而另外呢，民间其实非常灵活，管你政治上面有什么样的结盟。这个民间的一些经贸的商人，他拒绝选边站。我们来看看 SK 集团这个是在南韩非常大的一个企业集团，他的这个集团的会长叫做崔泰元，他说中国市场不可能放弃，如果放弃的话，南韩企业将会没恢复能力所以政府必须有必要跟企业合作，共同克服现在中国市场面临的危机，因为政治让企业有很多必须绕过去的。另外，我们看看韩国上半年的 ICT 出口缩水了ICT 包括一些资讯科技的一些商品出口缩水超过3成，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下滑了6%这些都是一些数据。而另外，韩国要接受的挑战很多，包括他们的生育率跟台湾一样，不断的往下探这个韩国我们说的是南韩，它的生育率已经之低已经是全世界第1名了冠绝全球这个是对他们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超级糟糕的一个 sign， 非常不乐见的兆头所以韩国要靠疯狂抢人才救国吗？要把各国的人才抢过来吗？韩中的关系冷中有热南韩跟中国的关系，因为受到美国北约的影响有一些冷，可是地方的交流持续升温，讲的是地方政府自己去求出口、求生存、求发展，包括中青南道知事金泰清他跑去中国大陆访问，跟中方讨论恢复地方外交和招商引资，他不管中央了，他不管尹锡悦了，他自己来自己搞，包括仁川市的市长刘振福他已经这个到天津去出席了夏季的达沃斯论坛，前一阵子举行的嘛，所以呢，地方要求生存、求发展，就不管中央了意识形态重嘛，我就不管你了。另外，我们看到北约的峰会已经落幕了今年的北约峰会，它的公报历来最强硬这个口气非常的强硬15次点名中国大陆北京就反批他说你像这样子的公报会引发新冷战，两边都在对呛。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一个词很多人都在讲去风险 de-risk，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很有趣冰岛的外长就说
我听无啦，我们来听听看。Today we talk about we talk about China. We talk about how dependent we are on them. We talk about de-risking, but I mean, to be honest, and I do not believe I'm the only one, I do no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because we haven't really made that clear what we mean by that. 他说：“我听不懂什么叫做去风险 ，de-risk 啊，美国叫我们去风险，我听不懂。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拜登跟泽伦斯基不是在北约峰会见了面吗？哦，那记者就问拜登说：‘你希望这个万一啦，假设啦，乌克兰这个结束了战争，你希望乌克兰在战后多久可以加入北约？’结果拜登很快的抢答说1小时20分钟，什么意思啊？他还说这个回答非常有深度哦。其实这个对乌克兰人来说真的是笑不出来。而另外，王毅说了，中俄正计划2023年的下半年一系列的重要高层交流。你看到他跟这个拉夫罗夫这个俄罗斯的外长也握手了。而另外，我们看到瓦格纳这个所谓的佣兵团在俄罗斯前一阵子不是想要政变吗？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瓦格纳的佣兵在中非救了中国大陆的金矿工，他们在那边挖金矿的所以今年的3月份有一次的营救是瓦格纳这个军团在中非把一群中国大陆的采金矿工给救出来。在6月29号普京才邀请这35名瓦格纳的指挥官到克林姆林宫的时候，瓦格纳公开当时的营救照片，他到底想干嘛？想跟普京讲说，我们有救一些中国的矿工是要做一个条件的交换吗？我们先来问问看赖老师，赖老师你怎么看？包括尹锡悦他押宝有失准吗？尹锡悦从上台以后，确实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他完全倒向美国，而且呢，他也要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它也成为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在亚洲的4个伙伴国之一，有纽西兰、澳大利亚，还有日本跟韩国。那我们也很特别的留意到，这1、2年以来由于尹锡悦的政策的改变，中韩的经济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韩国跟中国的贸易从顺差转变成为逆差，而且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扩大。韩国一直在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韩国是一个贸易出口的导向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国外市场如果越糟糕，韩国将会陷入越大的贫穷，或者是越大的落后。那现在目前来讲，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跟中国大陆已经失去了，而且呢，从顺差到逆差，而如果这个逆差的情况一直扩大的话，韩国的整个外汇存底会开始减少。不再是像过去一样有庞大的外汇存底，所以我觉得对于韩国人来说的话，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他这个总统一昧的导向美国是不是正确的？韩国内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了，反对党本来就是反对嘛，那我们就不用去考虑。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集团的领导人，他们也一直在提醒他们的政府说，考虑我们企业的生存吧。我们企业如果要配合你，然后你一定要站在美国这边，然后要来对中国大陆所谓的去风险，我们等于是整个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而我们整个失去在大陆的市场，我们韩国的企业那未来该怎么走？而且当这些市场一旦失去以后，我们再补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半导体已经开始在丢掉市场，尤其是成熟制程这个部分，韩国已经慢慢的不再具有优势，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液晶显示器面板，韩国也一直在失去市场。那么他们的汽车、电动车也一直不断的在失去市场。所以我觉得韩国目前的一个走势，他们的总统也把韩国带到他们的经济的困境，也造成了尹锡悦的目前的支持度跌成这么的严重。如果再跌下去的话，我想这个尹锡悦他的处境将很艰难。不过我倒认为有关于这个去风险化，其实并不是的那个冯德莱恩最早提出来的，其实最早提出来的应该是蔡英文。
蔡英文蔡英文最早是说我们要跟中国大陆脱钩，是我们要新南向政策。结果您看到结果是什么？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南韩现在的处境？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尹锡悦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的关系会这么大幅度的急转弯？那我想很多人探讨过很多因素了哈。尹锡悦个人嘛，他喜欢唱 American Pie， 对，而且还唱得很好，唱得不错，不止他歌喉好，嗯就表示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唱这个歌。他从小大概就有那种对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憧憬，是个人因素啊。领袖的个人因素有时候是决策很大的一个关键。然后呢，他的政党所代表的是亲美派，在韩国里面，这个亲美派跟就是说这个跟交往派啊，跟交往什么东西呢？交往北韩跟朝鲜这两个对立的，这也是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派系或者是政党。还有当然美国的外交上的影响跟压力。美国拜登这一次，当然他的布局除了是面对北韩，最主要还是面对中国大陆。所以呢，日本跟韩国他一定要把它强牵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也做到。那当然，北韩的威胁会有。可是各位，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造成这整个尹锡悦他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右，然后呢越来越亲美，而越来越跟中国这个保持距离。关键还是经济啊。那这个经济呢，更深层的是那个大企业。经济怎么说呢？其实韩国对中的出口啊，已经11个月下跌，1到5月的这个出口呢，对中的这个贸易已经来到只是497亿美元，掉了多少？同比掉了27%。那对美国呢，在去年前年到去年21到22，对美国是达到了1340亿，增加了22%。什么意思？它的大企业你知道韩国的10大企业占韩国的 GDP 多少？58%。现在是58%。是。它那个4个企业，三星、海力士、LG 跟现代占大概48%的韩国的 GDP。那这几个企业对中的出口连续的下降，然后呢，对美国的出口开始投资，然后呢，出口增加。是。所以它里面显现的是更深层的经济跟投资的关系，而影响到政治跟外交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这一次韩国你说他要一下子在政治上回去跟中国回到就过去那种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后面的这个大企业的影响，我觉得是关键。因为大企业以前是给你钱，你要跟北京好啊，要去跟你吧，现在呢不是这个样子。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将军。对，这个最近呢，就是韩国跟欧洲，尤其是波兰的国家，目前就是走得比较近。因为韩国的这个精英 FA5栋的攻击教练机啊，它欧洲国家只卖一个，就是卖给波兰。当然，这个亚洲有包含菲律宾、包含马来西亚，甚至印尼也下了订单，泰国也有意愿。但是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波兰。目前这个精英 FA5栋的攻击教练机总共订单48架，波兰这个国家就买了48架。这48架里面，这7月份就开始交机，这个月开始交机，到年底先交12架，36架明年再陆续再交机。所以看整个的韩国的这个航空业都起来了，但是他坐飞机。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秘书长杨永明老师，钱子，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国际国内的大小事。今天专家告诉你，包括赖清德外传他8月要去访问美国，那当然是过境之旅哦。主要的目的应该是8月参加
巴拉圭，我们的友邦的总统就职。可是现在呢，媒体人唐湘龙爆料了，他说啊，赖清德过境美国时，美国从头到尾都会给他非常冷的待遇，只承诺给一场侨界的晚宴，而且还不得公开。尽管我们的驻美大使萧美琴再三的交涉，可是美方都不接电话，真的是这样吗？这是唐湘龙的说法。我们今天也求证了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他告诉我们说，目前外交部跟美方洽谈中，之后会再公开对外公布，呼吁我们包括媒体们都不要过多的揣测。所以内情到底如何？到时候赖副总统过境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这么冷吗？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等着看。而另外呢，绿营现在闹内讧了吗？包括国安局局长的谈话，居然被吴怡农给轰啊！给这个大轰啊，说你是公部门最糟糕的示范，记得吗？2天前，国安局局长蔡明彦他接受访问，他说现在对岸的中共还没有能力可以攻下我们台湾，没有能力啊！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吗？意思是这样吗？所以包括壮阔台湾的发起人吴怡农，他就说，你怎么会这么讲？你要告诉大家我们台湾是不是要做好准备，以及对岸现在无力攻台，那他什么时候有能力？他这个大炮啊，一发出来之后呢，国安局的人士啊，匿名的就讲说，哎呀，你这个吴怡农，你别 gay 了，你别装了，你只是在凸显自己不凡，你的手法太过廉价了。这是绿营内部狗咬狗吗？好，吴怡农他也有回应他说，你应该要说明解放军什么时候有能力攻台，你不能告诉我说现在解放军没有能力就这样一句话就过去了你是领我们纳税钱的人呐吴怡农说，情报单位不是永远都对，当他们判断错误的时候，代价是什么？无数的人命啊！你不能要求你的对手就是照你的想法走，如果他不照你的想法走呢？那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绿营内部的内讧。而另外包括美国空军参谋长他是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他都说了面对主要对手，我们难以招架主要对手是谁？昭然若揭对岸的中国大陆。他说美军在电磁普域的抵御还有攻击能力因为这过去这数十年的衰弱所以大幅的减弱，导致美军在未来的高科技战场上，特别是电子作战方面变得很脆弱，等于承认了目前落后了中国的电战能力，而对岸刚好加紧的在做这一方面的建制，包括北京在2015年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意识到平埔主导的价值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消一个长这个两边的实力是如何。而另外台海最近真的非常的不平静连续3天对岸都派出了超过30架次的共机共舰在台海附近活动包括了14号是30架次，13号33架次，12号是38架次。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昨天美国的 P-8A 反潜舰飞越台海，并且美中的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军机还隔空互呛。我们来听听看。U.S.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PLA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s territorial. Take reverse cours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tercepted.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beyond the lawful national airspace of any nation. In this area, international law guarantees all nations the freedom of overflight. 好，你可以看到呢，包括中国的解放军呢，告诉美军你要离开美军说这个是自由的空域，你无权来驱离我，两边对峙啊！我们看到中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就说，这是美国的巡逻机公开炒作，解放军军机全程跟监警戒，会依法依规处理。两边这个对峙的情势非常的明显。而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呢，中国大陆的歼35折叠机一版现身了，这个是美国商业卫星在中国的空中拍摄到像这样子的画面，这是航母的舰载机训练基地上面出现了歼35的战机。特别的是
它是折叠机翼的舰载型机型。我们看到的，包括我们台湾这边的前舰长黄征辉海军的这个上校，他就说这个舰载机是为航母做准备的所以两边我们看到的美中两个军事强国都在某种程度都在窥视对方窥探对方的实力如何。我们先请教杨永明老师怎么看包括赖清德访美可能的待遇，您的估计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华盛顿非常谨慎。你还记得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去这个过境美国的时候，他在纽约得到什么待遇？我讲在纽约了纽约州长见不到，纽约市长见不到，这两个人都还是民主党，这显然就是拜登政府要求他们尽管是在蔡英文到了纽约市了，你不可以去见他。那现在这个华盛顿有3个考量，第一个是他的身份，他是现任副总统；第二个是对台湾选举；第3个当然就是中美关系。他的身份，如果他的身份在8月份要去巴拉圭的时候过境纽约，各位先不要考虑他会不会去华盛顿了，或者是说到华盛顿的外围到 AIT 的这个总部去访问，过去有此一说，我觉得不可能然后呢，到纽约的时候，他会不会待遇超越蔡英文？如果超越蔡英文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跟对台湾选举第2个因素会结合了嘛？对不对？你现任副总统，你本来就是副总统，在现在的台美关系跟这个中美台3边关系里面就很微妙。对，如果说没有多久之前蔡英文去那边的这个待遇，结果你超越他，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在纽约的这个待遇不会超越蔡英文。可是蔡英文那个时候的待遇就不是很高了，对，就很低了。因为蔡英文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加州要跟就是那个麦卡锡见面嘛，所以他也不在意。是，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拜登政府刻意压抑蔡英文在东岸的行程的这种等级。可是现在虽然没有错了，赖清德没有去所谓的这个加州的跟麦卡锡的见面，可是呢，你同样都在纽约，大家会比较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作为这个副总统，他虽然这个副总统，可是反而使他的这个角色比较尴尬而且你超越你的老板，就表示说美国这押宝在你身上吗？就是牵扯到第2个我讲的第2个，就是他对台湾选举，上一次 AIT 的主席才来过台湾，都见过，都面试过，好像都过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次赖清德去，不要忘记了9月份侯友宜要去，对不对？那据说柯文哲是见到了副国务卿的这样一个层级这是据说，我们不是很确定。可是呢，这样子的话，你当然都是可以自己放话了那美国只要他没有太大的这个这个回应的话，你大概媒体都会默认。可是这2个情况就是，那美国在对台的这个政治上面，如果说过于明显，让赖清德见了比较高的这个层级的时候，就等于是他押宝。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其实美国跟北京跟华盛顿都在准备11月份美国召开 APEC 会议的时候的习拜会，是都在做准备。现在这个氛围似乎是在往这方面发展。那也就是说，在9月的集团里，在印度集团里，这2个人大概不会会面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会议，但是呢，真正的习拜会应该在11月份，所以才会有你看过去这1个礼拜之内，从这个叶伦，然后呢，王毅和布林肯，以及接下来现在马上要去的凯利，那据说雷蒙多也有可能会在就是这个月前往北京。这个氛围其实已经开始，就是说双方的接触的这个对话，虽然其实还是流于对话，没有真正的实质，而且在科技战，在这个北约的议题上，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遏制打压还是很持续的。可是呢，这个氛围对话的氛围是出来。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美国不可能8月份说让赖清德来，结果很高调的这个接待他，不要说要超过蔡英文，或者是说等于会介入到台湾选举，你在中美关系上面去怎么去显现我觉得，因此我觉得其实唐琼龙讲的这个讯息我觉得是接近事实。是那个蔡明燕讲的话这是政治语言，你知道，他根本就是来帮忙民进党的选举作为国安局的局长，居然说什么？他认为这个中共这方面、大陆这方面没有攻台的能力，现阶段
然后呢，就一个情报机构来讲，他说现阶段中国在台海发动一场战争，它的能力还是不够的。发动战争哦，刚才贤子你讲不对了，你讲说攻下台湾，对，因为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嘛。是发动一场战争没有这个能力，那你看看那个，他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美国 P8A 跟中国大陆这个对话，那个能力不是已经出来了吗？而且是直接对干的。同一个时间，昨天哦，那个黄尾屿就是钓鱼台附近，日本的渔船接近到黄尾屿的12海里，结果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去驱离它。我们这个消息都没有出来，是，所以就表示什么？他的动作是做到了，他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蔡明燕不要再介入到选举的这样子的这种大内宣，而且还被自己人给揭穿了哦。对，我们来请教这个赖老师，赖老师，布朗的说法是不是等于承认了目前美国落后了中国的电战能力呢？应该这样看了哈，就是说有赢有输了。在过去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武器是带尖差，是。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就发现中国大陆一直在追赶。现在这样的一个即将要就任美国的一个重要位置的他本身的评估里面，他认为说目前的带尖差非但不存在，那在有些领域方面，中国大陆已经超越美国。那当然，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是有些是美国领先，有些是中国大陆领先。这是美国在过去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碰过的这样的一个对手，而且是全方位的，不管是海上的能力或者是潜舰的能力，或者是空中的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遇见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对手，也就是说，他的经济的总体实力，还有他的民生工业科技能力之强大。跟俄罗斯是完全不同。俄罗斯原来的以现在人口来说的话，1亿多人口，美国3亿多人口，而中国是14亿人口。那美国3亿多人口要面对14亿人口，在人口数已经差这么多，然后在军队的数量，中国的潜力比美国大很多，然后再加上工业生产制造能力，中国更加的完备。美国已经承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台湾要特别留意的，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台独当局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说你一直在挑弄两岸关系的紧张，美国现在都没有把握可以赢得了中国大陆。他们会讲这句话，就是他没有把握了。那没有把握，他就要管控危机，就是尽量减少双方直接打起来的可能性。那连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都要减少打起来，而台独却要去挑衅两岸，要打起来，这简直是很可笑的事情。那另外，我觉得舰载机，尤其是歼35这种，它是属于隐身的舰载机。这种隐身的舰载机一旦上了这个福建舰，它会有效的抵消了美国的美国的 F-35的隐形战机，因为它也是隐身战机，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隐身战机的效能会被歼35所抵消。这样的情形下，美国本身也不会具有优势了。这就是美国的空军他们本身越来越感觉到忧虑的一个地方。吴怡农的问法事实上也是错误的我个人觉得他的军事专业一直不断的在暴露其短。过去我们已经是说他不是学国防的，他不具备有军事的专业。那他的问法，他攻击蔡明燕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自负其短。他应该要问的是，因为美国不管是美国的高阶将领，有人预估2022年大陆也会攻打台湾。2022过了，过去了。有人说2023年。有人说2025年，还有人说2027年。那拜登说不会打，那奥斯汀也说不会打，而苏利文之前说可能会打，又改口说不会打。美国的高官、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主管，没有一个讲的话是对的。然后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怎么一回事。好，那吴怡农，你应该问蔡明燕的是说，大陆要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打台湾，才能够发动战争，而他什么时候可能可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你要问也要问专业一点。吴怡农自己也不专业，去批评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民进党自己搞得咬来咬去也没什么意思。专业的人今天都在我们这里了。好，来将军。对，我认为他那个国安局说中共无力攻台，没有能力攻台，我认为是轻敌了。我们换了轻敌的老毛病。大陆之所以丢掉当初国军呢，就是非常轻敌，认为共产党
不堪一击嘛，没得打嘛。没想到共产党席卷整个大陆，而且时间非常快，1年多，从民国37到38年，1年多把整个大陆做席卷。那在这个72年前，就是民国42年东山岛战役，我们是3期作战，包含伞兵、空降，包含这个陆战队，这个从海上登陆，也夺出东山岛失败，我们死亡人数是中共的2倍，夺岛失败，死了蛮多的。这些都是轻敌了，一轻敌之后啊，就大而化之，不当回事。我认为应该颠倒过来，要勿视敌之不来。现在是视敌之不来，刚好颠倒。要视无有以待之，现在不是无有以待之，变成现在应该是要靠实力，而不是靠敌人的善意。我们现在都靠敌人的善意，别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说靠我有这个能力来拒止敌人，要这个样子。我们整个颠倒过来，这样子会。我认为外国人比我们忧心呐。刚刚赖教授也有讲，人家有2022、23、2025、2027都这样子，那我们不当回事。我认为我们的心防、我们的忧患意识、我们同仇敌忾的这种决心，我们缺乏，这是非常可惜。如果你买再多的武器，如果没有很强固的心防，还有这个敌情的概念，那买那么多武器是没有用的。第二个，我们看中共的福建舰的弹射系统，它现在就是要这个歼35逆中战机啊上这个福建舰，现在中共的歼10C啊已经停产了，歼10C的这个歼击机啊，它的生产线转到歼35先来做，现在就变成福建舰先完成海测海试，还是歼35先完成整个的作战序列，它现在2个在比嘞，一个是这个舰载载台，一个是战机，2个在比，所以都要看速度。那现在中共的电磁弹射是第一招，因为辽宁号跟山东舰都是这个滑跳，都14度的角度滑跳起来。那现在变成电磁弹射，电磁弹射中共大概已经克服了2个。第一个，电磁弹射非常吃电。我们知道这个歼35逆呢，它双发，如果装上武器，将近20公吨，20公吨靠这个电压把它弹出去了，20公吨甩到天空去哦。你看它都多吃电。第二个，除电，你要能够发电，还要能够除电，才能够把这个飞机给弹出去。那这样的话，这个都是要技术，可能中共已经在这一方面已经克服它这个技术了。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将来电磁弹射的速度比滑跳的速度要快，放飞很快。它三个，每一个1分钟一架，1分钟一架，那你知道这放飞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它即战力就可以马上展现。我认为这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来关注。另外，我稍微再补充的就是刚才的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个作战，就是我们讲电子战，这些频谱。我们要想到，就是在 U2 高空侦察机到大陆侦察的时候，中共拿那个萨姆飞弹、萨姆2型的飞弹把我们击落，那个时候就已经电战了。美国给我们的电战系统，我们挂在上面，那这叫做赏鸟器，就是它有个代号，就是说它会哔哔会叫，就是说要发射了，结果我们还被打下来，所以那个时候电战能力就已经开始在做较劲。是，那时候我们被打下5架在大陆，还有2个飞行员弹射跳伞。这个被这个弹射系统自动的弹出来了，后来回来我们台湾，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在50年前快刀计划 U2 高空侦察机，我们曾经吃过这个亏，所以我认为也不要掉以轻心。是，这个都不能掉以轻心。